前几天我的姐姐给我发微信说很想吃这个东北的大筋饼，反正她也吃不到，只是想看一看，所以我毫无顾虑的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点餐哦，只要是面食相关的，我会尽量复刻给大家看的。这个饼很有筋性，做起来也不难，可以提前1晚做好饼胚，放入冰箱冷藏，第2天早上直接擀开，加上你们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轻轻松松就搞定一顿早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饼是很劲道的，撕开之后层次也很多。好啦，不多说了，我们现在做起来吧。今天还是交给我的厨师机来和面了，大家在家和面的时候用水和法就可以，醒个大概15分钟面就好用了。面和好以后搓成长条就可以下剂子了，这里剂子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你们家的锅。都给它揉圆了以后，准备一个盘，给它放进去，表面喷油，以油养面，醒30分钟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厨房新伙伴，嘿嘿。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油酥，倒入适量的花椒粉和盐，没有花椒粉的话也可以不放，后调成这样细一点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再来采一些土豆丝和胡萝卜丝，再准备点小黄瓜解腻。这里我是先擦的黄瓜丝，忘记换那个头了。大家在家擦土豆丝的时候，尽量用最细的那个型号。水开焯水烫1分钟，然后再起锅烧油，扒拉扒拉。调味品只放盐和味精就可以了。时间到啦！这样听起来好像下课铃声呀。面团醒完之后，延展性是很好的，我们用手给它摊薄一点，除了边缘那一圈，尽量的都给它涂满油酥。拿刀子任意切一刀，给它卷起来。再按照视频的方法给它收一下口，其实就是给它捏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底部也是一样的，把中间凸起的部分给它怼进去，至于用包饺子的方法给它包起来，或者是直接捏起来就可以啦。这样一个饼胚就准备好啦，再放到刚刚那个盘里生吃大概15分钟。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可以放进冰箱冷藏，第2天备用了。生吃好之后，我们给它上下左右擀薄，平底锅表面喷油，把饼放进去。这个饼也是很薄的，锅预热好的话，大概1分半的时间就可以啦。表面变色至90%以上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了。翻面之后再烙制20秒左右，这一张饼就做好啦。看一下饼花的颜色也很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组装喽。这个酱是我上次做鸡蛋灌饼剩的，大家如果鸡蛋灌饼掌握不好的话，可以先来尝试一下这一款饼，因为没有灌鸡蛋的过程，所以它的难度也大大降低啦。这一步就是加上你喜欢吃的各种配菜，再来点葱花香菜。其实我本人是很不喜欢吃香菜的，但是放在这里面真的很解腻。如果不是特别排斥的话，一定要加起来试试哦。再给它卷好，这张饼就完成喽。我们来切开看一下吧。我冒着大雨去买回来的鸡蛋，结果忘记放进饼里。一番操作下来，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。最后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小饼吧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快快复刻起来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